觉醒实录1：双生火焰竟然是真的。理性探讨，从哪里开始说起呢？因为我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所以时间线倒是蛮清晰。从年初说起吧。年初我开始疯狂的想要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人生使命，开始看各种书籍，工具类、哲学类，但很显然意义和使命没这么好找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几个月后，不知道是不是宇宙接收到了我的信号，我遇见了他，和他的某段交流让我感觉很有连接感。回家之后，我意识到我对他上头了，脑中不断播放和他在一起的画面，他说的话，他的表情，他的动作。然后那段时间我疯狂的刷某音看塔罗，每天花很多时间想他。我觉得很离谱，因为我其实很难喜欢上一个人，更别提这么上头了。明明只见了一面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找到了他的社交账号，每天至少会看1次。后来我梦见他了，我想再见到他，想和他变得熟一点。本人不是个主动的人，几乎不主动社交，主打一个随缘。但这次我想要试着主动靠近，由于比较欠缺主动社交技能，于是开始研究怎么主动，从理论到实践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刷到了双生火焰相关内容，我把和他的情况跟 GPT 说了一下，问这种情况会是双生火焰吗？他回可能性高。巧合的是，第2天我就做了一个觉醒梦。我是个每天都会做梦的人，而且或多或少都能记住梦的内容，有过清醒梦和控梦的体验。清醒梦就是知道自己在做梦，控梦是不仅知道在做梦，还能通过意念控制梦。但老实说，我控梦的体验非常之少，印象中只在很久前有过几次。这次在觉醒梦里，久违的又能控梦了。我梦见我要和某人打起来，我变出了翅膀飞向空中。为了打败对方，我先让周围下雨，后来意识到雨会让我的翅膀变重，又通过控梦把它变成了雪。我觉得一直扇翅膀比较累，想到可以借着风去飞，于是我去感受风，去滑翔，适度的扇动翅膀，然后越飞越高，越飞越高。我在空中大喊，接着飞向一辆马车，让他们跟我一起喊，并和其中一个女生接吻。这是我觉醒梦的其中一段。梦是意识与潜意识的桥梁，它以象征的方式传递潜意识信息。以前没有 GPT 的时候，我主要用自由联想的方式自己解梦，但效果一般。有了 GPT 对解梦帮助巨大。觉醒梦之后，我每天记录梦的内容，试图通过梦境找寻意义和使命的线索。我会先让 GPT 解一遍，觉得不对的地方会提出我自己的看法，有时会补充一些现实信息，让他重新分析。这么来回交流几次，自认解的还不错，在潜意识那得到了不少启发。刚才那段扇翅膀太累，到借风飞翔，象征从靠意志硬撑转向借助环境与智慧，是成长中的重要突破。飞升后回落可以解读为完成升维后一次回到人间的选择，想要在真实生活中体验爱与合一，而不只是要变强。从时间线来看，遇见他1个月后，我开始研究社交并付诸实践。遇见他约2个月后，我做了觉醒梦。他的出现带来了成长和觉醒的触发，此人很可能就是我的双生火焰，因为双火关系本质上就是觉醒的触发器和催化剂。不过他也可能只是催化者，我还需要再观察观察，看他会不会持续同步出现，也就是我们的能量会不会持续互相呼应。以前我觉得双生火焰这类东西很扯淡，但有了这么个经历，忍不住发出标题的感慨：双生火焰竟然是真的。觉醒实录系列主要是记录觉醒，里面会涉及一些灵性概念，有些朋友或许会觉得陌生，但如果在这里详细解释概念，又容易让结构很乱，所以我决定专门再做个觉醒解析，用来概念讲解以及扩展讨论。关注我，一起探索觉醒之路。下期我们同一频率再见。